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18章。醫生繼續講述第一天戰鬥的結束。我們盡可能快地穿過把我們和柵欄隔開的那片樹林。我們每走一步，都能聽到海盜的聲音越來越近。很快，我們就能聽到他們急促的腳步聲，以及他們在穿過茂密樹林時樹枝折斷的聲音。我開始明白，我們勢必要進行一場激烈的戰鬥，於是我檢查了一下我的火槍的火藥。船長，我說，特里勞尼的槍法最好，把您的槍給他，因為他的已經沒用了。他們交換了武器。特里勞尼從叛亂開始就一直沉默寡言，他停下來檢查了一下，確保一切正常。與此同時，我看到格雷沒有武器，就把我的馬刀給了他。看到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，皺着眉頭，在空中揮舞着光禿禿的刀刃，我們都感到很高興。從他的樣子來看，我們這位新盟友將會非常有用。我們又走了40步，來到了樹林的邊緣，看到了我們面前的柵欄。我們從南邊的中間到達了圍欄，幾乎在同一時刻，7個叛亂分子，由水手長約伯·安德森帶領，從西南角出現，大聲喊叫着。他們停了下來，好像很驚訝。在他們反應過來之前，不僅香绅和我，還有亨特和喬伊斯，他們倆在木屋裡都開了槍。4聲槍響聽起來像一陣密集的齊射，但是他們起了作用，因為一個敵人倒下了，其餘的人想也沒想，立刻轉身跑進了樹林。我們重新裝好槍，緊貼着柵欄外面，去看那個倒下的人。他死了，子彈打穿了他的心臟。我們正開始為自己的好運而高興，這時樹林裡傳來一聲槍響，子彈從我的耳朵邊呼嘯而過。可憐的湯姆·雷德魯斯搖晃了一下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香紳和我同時還擊了，但是因為我們什麼也看不見，無法瞄準，所以很可能只是浪費了火藥。然後我們重新裝好火槍，把注意力轉向可憐的湯姆。船長和格雷已經在檢查他了，我很快就看出他不行了。我想我們迅速的還擊，再次驅散了叛亂分子，因為我們可以順利地把可憐的護林員抬過柵欄，放在地上，然後把他搬到木屋裡。他呻吟着，流着血。可憐的人。從我們遇到麻煩開始，他沒有說過一句驚訝、抱怨、害怕，甚至認命的話。直到現在，我們把他放在木屋的地板上，他已經快要死了。他像特洛伊人一樣，堅守在船艙通道的床墊後面。他忠實有效地執行了所有的命令，沒有一句怨言。我們小組裡的人都比他年輕20歲，現在要死的卻是他，這個年老的樂於助人的人。香紳跪在他身邊，像孩子一樣親吻他的手，哭泣着。我要走了嗎，醫生？他問道。湯姆，我的朋友，我說，你要回家了。我真希望我能先用我的火槍給他們送點禮物。他回答說。湯姆，香紳說，你願意原諒我嗎？這樣做是不是對您不尊重，先生？垂死的人回答說，好吧，我原諒你，阿門。短暫的沉默之後，他說，也許有人想大聲讀一篇禱告文。這是通常的做法，先生，他補充說，好像在道歉。不久之後，他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，就去世了。與此同時，我注意到船長的胸前和口袋都鼓鼓囊囊的，他從裡面拿出了一大堆東西：英國國旗、一本聖經、一卷結實的繩機、筆、墨水、航海日誌和幾磅煙草。他在圍欄的地上找到了一棵相當長的冷杉樹，
這棵樹被人砍伐過，並且修剪了枝葉。船長在亨特的幫助下，把它豎立在木屋的一個角落裡，那裡的原木交叉形成一個角度，然後他爬上屋頂，親手把旗幟升了起來。這個舉動似乎讓他感到非常欣慰。他又走進木屋，開始清點物資，好像世界上再沒有其他事情一樣。但是，儘管如此，他並沒有忽略湯姆的死，因為湯姆去世後不久，他就拿着另一面旗幟過來，恭敬地蓋在了屍體上。不要難過，先生，他說，握着鄉紳的手，您不會有事的，不用為一個為船長和主人獻出生命的船員感到害怕。這也許不太符合神學，但這卻是不容置疑的真理。然後他把我拉到一邊。利弗西醫生，他說，您和鄉紳認為救援船要幾個星期才能到。我告訴他，不是幾個星期，而是幾個月。如果我們到8月底還沒有回去，布蘭德利會派人來找我們，但不會更早，也不會更晚。您可以自己算一下，我補充說。哎呀，船長回答說，撓着頭。即使考慮到上帝可能賜予我們的恩惠，先生，我也會說我們陷入了困境。您想說什麼？我問。太可惜了，先生，我們失去了第二批貨物。這就是我想說的，船長回答說。至於火藥和彈藥，我們還算充足。但是食物很少，非常少，少到利弗西醫生也許少一张嘴吃飯對我們有好處。他指了指旗幟下的屍體。就在這時，一顆炮彈呼嘯着飛過木屋的屋頂，落在了我們身後的樹林裡。啊哈！船長喊道：“繼續開炮，朋友們，你們的火藥不多了。”第二次嘗試，他們的槍法好了一些，因為炮彈落在了柵欄裡面，到處都揚起了沙塵，但沒有造成更大的破壞。船長鄉紳說，從船上完全看不到木屋，所以他們一定是把旗幟當作目標了。把旗幟降下來是不是更明智一些？降下我的旗幟！船長喊道：“不行，先生，絕對不行。”他說完這些話，我想我們都同意他的觀點，因為這不僅表現了堅韌勇敢的水手美德，也是一個好策略，因為他向敵人表明了我們對他們炮擊的蔑視。他們整個下午都在開炮，一顆又一顆的炮彈飛過木屋上方，要麼打得太近，要麼在圍欄裡揚起沙土堆。但是他們被迫打得很高，所以炮彈的衝擊力減弱了，輕輕地落在沙子裡，陷了進去。不用擔心炮彈彈跳，而且即使有一顆炮彈穿過木屋的屋頂，從地板上出來，我們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惡作劇般的炮擊，沒把它當回事，就像一場板球比賽一樣。凡事都有好的一面，船長評論道，很可能前面的樹林是空的，潮水已經退了很久了，所以我們的東西會露出來。有誰願意去拿肉嗎？格雷和亨特第一個站了出來，他們帶着武器，悄悄地從木屋裡溜了出來。但是這次任務沒有成功，叛亂分子比我們想象的更大膽，或者他們更相信以色列的槍法。4、5個人正在搬運我們的東西，涉水把他們運到一艘停泊在附近的小船上，不時用講話幾下以保持船身穩定。希爾弗站在船尾指揮，他們每個人現在都裝備了一支火槍，是從他們知道的某個秘密地方拿出來的。船長坐在航海日誌前，這是他記錄的開頭。亞歷山大·斯莫利特，船長；戴維·利弗西，船醫；亞伯拉罕·格雷，木匠助手；約翰·特里勞尼，船主；約翰·亨特和理查德·喬伊斯，船主的路上傭人和僕人。以上人員是船上僅存的忠誠人員，
食物儲備可供10天，但需嚴格配給。今日登陸，並在金銀島上的木屋升起英國國旗。托馬斯·雷德魯斯，船主的僕人，路上傭人，被叛亂分子殺害。詹姆斯·霍金斯，船上小廝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正在納悶可憐的吉姆·霍金斯的命運。從陸地那邊傳來一個呼叫聲，有人在叫我們。正在值班的亨特說：“醫生，鄉紳，船長，嘿，亨特，你在那裡嗎？”我們聽到喊聲，我跑到門口，正好看到吉姆·霍金斯安然無恙地跳過柵欄。